到我的频道。这次要搭乘荷兰航空前往阿姆斯特丹。Flight time approximately 45 minutes of expected early arrival. So before we get there, I'll come back with the latest. 机上还会发放零食和茶水。当天一早就抵达阿姆斯特丹，幸好天气特别晴朗，因为我们第一站就要前往库肯霍夫花园。抵达机场后，找到靠近4号的出口，接着会看到左手边的星巴克。附近的旋转门出去后，都有巴士站的指示牌。一路上也会有858公车的标示。我们是在官网购票的，花园门票加公车来回车票约为31.5欧元，大约半小时就能从机场到库肯霍夫花园。花园门口有免费的置物柜，但是当天人潮很多，是需要排队的。建议大家一入园就拿一份地图，因为整个园区还蛮大的，时间足够的话可以逛一整个上午。这个花园是有季节性的，5月初的花卉状况还是很完整。据说这里的花卉有超过800个品种，就连树木也被修剪得很有造型。一旁还有很大的喷水池。也有小型迷宫可以挑战。这个园区不仅有儿童游戏区，还有小动物区，也有美食区。这里有很多座位可以享用午餐或稍作休息。接下来就让大家来欣赏这个花园吧。准备前往米菲兔区。由于米菲兔是由荷兰艺术家创作的，园区内特别设置了米菲兔的专卖店，门口还有大型米菲可以拍照，也有黄色小鸭的米菲兔。全部都是米菲相关的周边。其实机场或其他纪念品店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商品，不过这里的种类还蛮齐全的，大家可以参考看看。门口的纪念品店也有郁金香的相关商品。接下来就准备离开园区。由于是旅游旺季，市区的饭店非常昂贵，所以没有选择住在市中心。这里搭乘火车转地铁，距离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约为40分钟。若是选择 Uber， 约半小时45欧元。第一间房型较宽敞明亮，附设基本的家具。唯一缺点是因为临近火车站，所以会有蛮大的噪音。第二间房型是连接着阳台，一样有附设基本的家具，阳台的部分也非常宽敞。浴室也很干净，还附设2个洗手台以及简单的淋浴间，而厕所的部分是分离式的。
隔天一早前往阿姆斯特丹市中心，这里是必打卡的景点。我个人推荐傍晚的景色更美，可以拍到水中有清晰的倒影。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是来到阿姆斯特丹必买的伴手礼，尤其是喜欢巧克力的朋友们绝对不能错过。店内的设计非常有氛围，也弥漫着浓浓的巧克力香气。这里只贩售一样商品，那就是巧克力饼干，可以选择单片或是6片、9片的盒装。一般是纸盒包装，若是选择铁盒，则需要另外加购5欧元。整体像是热可可的风味，中间还有白巧克力流心。我们一不小心就马上把整盒吃光了，真的非常推荐。接下来来到运河区，在晴天的衬托下，更显得绿意盎然。很多人也会选择游河的方式观光。而荷兰是著名的单车大国之一，据说单车的数量比总人口数还多，随处都可以看见单车的身影。这间薯条是大家都推荐的，也是现场油炸出锅，分量还蛮大的，建议2人一起分食。中午选择这间海鲜餐厅，需要提前订位。店员会在罐头上写上桌号，而这是无菜单的餐厅，可以现场选择想吃的海鲜来料理，一旁直接称重结账。第二步骤就是选择想喝的酒水，接下来直接带着酒杯前往座位区。Okay, perfect. Thank you. 整体都是使用炭烤的料理方式，鱼肉非常新鲜有弹性，我个人最喜欢这一道菜。还蛮推荐给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们。接下来来到市中心的商店街，这家冰淇淋在网络上还蛮多人推荐的，现场也是大排长龙，口感像是冰奶油的质地。隔壁就是荷兰的生活用品店，这里有贩售米菲兔的相关商品。价格和其他纪念品商店相比起来更为平价，一旁还有其他商品，也很有春天的氛围。晚餐路过运河区旁边的拉面店，看见大排长龙就进来试试看。我和朋友的汤头都很浓郁，分量也很足够。隔天一样要前往市中心，这里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进站，搭乘公车的上下站也要记得刷卡。很可惜今天遇到了雨天。在市集随意找到的生鲱鱼店，来到荷兰一定要试试看。除了生鲱鱼，还有贩卖其他杂物。口感就像是生鱼片，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好吃。建议可以和朋友一起点一份来尝鲜看看。这里也有大家都推荐最便宜的纪念品商店。
由于外头下着大雨，午餐就随意选了这间店。这间汤头属于清淡类型，还不错吃。很可惜，梵谷美术馆已经售票完毕，但还是可以逛逛它的纪念品店。这里竟然有名画系列的米菲兔。这里有贩售阿姆斯特丹最出名的苹果派。我们在风雨中等了半小时才入座。道地的荷兰苹果派，外层超级酥脆，个人觉得还蛮值得来尝试看看的。晚餐选择很多人推荐的意大利面。现场排队约半小时就可以入座。最出名的松露意大利面还蛮好吃的，而我的鲱鱼意大利面调味上有一点太咸。晚餐后在运河区散步，路过这间造型特别的烘焙店，里头贩售着各式各样的商品。我最想尝试的就是传统的荷兰煎饼，这里也可以选择现做的方式，可以看见店员是怎么制作传统煎饼的。原来是将煎饼一分为二，在中间挤上焦糖酱，可以闻到整个空间弥漫着煎饼的香气。口感还蛮像软饼干的湿润质地，也不会太甜。隔天我们要前往乌特勒支和鹿特丹，上车前先逛一下车站里当地的超商。刚好有可颂搭配咖啡的优惠价，而且他们的面包都是热的，直接带着可颂来这边刷卡领咖啡就可以咯。首先要到乌特勒支转车，顺便在车站的附近逛逛，刚好碰上当地的市集，带大家来看看这里都贩卖些什么吧。这里不仅有新鲜的鱼货，还有传统的面包以及蔬果区，还有起司可以试吃。最后当然少不了生鲱鱼，我们随意在门口买了热狗堡，是现点现做的，还不错吃。接着往前走，就能看见全球唯一的米菲兔号志灯。因为乌特勒支是米菲兔的家乡，所以随处可见米菲兔的踪影。接下来来到了商店街逛逛，
其实和其他商店卖的产品差不多，款式算是很齐全。只有这个项链之前好像没有注意过，这里的运河区和阿姆斯特丹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附近也有米菲博物馆，远远的就看见米菲伫立在门口。由于时间有限，我们就无法参观这个米菲图博物馆咯。准备前往第二大城鹿特丹。这个美术馆有6层楼高，布满着玻璃的镜面，可以反射周遭的景物。进到建筑物后，可以从屋顶将市区的风景尽收眼底。室内都是有通透性的设计，以及开放式的参观空间，让观众能完整地沉浸在艺术的气息里。推荐大家若是到了鹿特丹，不妨来参观看看这个特别的美术馆。在附近逛逛后，可以发现鹿特丹的建筑物与阿姆斯特丹是很不一样的。当地店员还向我们推荐了晚餐的地点，是一间马来西亚的餐厅。整体还不错吃，如果想尝试亚洲菜，建议可以来这间餐厅。最后一天回到中央车站附近，待会就要前往机场，可以先购买车票，就能无限次出入车站，方便我们在车站内寄存行李。只要在这个机台操作即可，等待收据非常简单，一次10欧元，大概能放小行李和包包，这样就不用拖着行李到处逛啦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我们下次见咯。